听故事学中文，一起走进中国。大家好，我是小文，欢迎来到听故事学中文。大家好，我是华哥，小文。今天状态不错啊。华哥，你别取笑我。其实我今天早上刚参加完一个会议，有点小紧张呢。哦，怎么了？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叫 Tom 来中国工作半年了，中文说的还不错。上周他们公司开会，他需要汇报工作，结果他站起来就说：“我现在讲话。”哈哈，我现在讲话。对他的中国同事都愣住了。其实他想说的是，我现在发言，但是用词不太对。会后他很沮丧地问我，为什么在中国开会这么难？这个问题很典型。其实很多外国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中文的会议用语确实有它特殊的地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中国如何用中文做会议发言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好哥，要不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会议一般是什么样的？好的，在讲具体内容之前，我想先说说中西方会议文化的差异。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开会的时候大家比较随意，可以直接打断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对吗？对，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如果你有想法，你可以马上说 Wait, I have a different idea， 这很正常。但是在中国呢，会议一般比较正式，有固定的流程，我们讲究秩序，就是 order 这个意思，特别是在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的会议。华哥，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一个典型的中国会议是怎么进行的？当然可以。一般来说，中国比较正式的会议有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是签到。签到 sign in 就是你到了会议室要登记一下，对吧？对，签到是签名的意思。Sign your name， 到就是 arrive 到达，签到就是签名，表示你到了。有些公司用签到表 sign in sheet， 有些用电子系统。这个我补充一下，签到这个词签字是竹字头，下面是签。在古代，竹子用来做竹简，就是 ancient bamboo books， 人们在竹简上写字签名，所以很多跟文字有关的字都有竹字头。小文说得好，那签到之后呢，大家会找座位坐下。这里要注意，中国的会议对座位是有讲究的。对，这个太重要了。我记得 Tom 就在这里出过错。哦，说说看。有一次他们公司开大会， Tom 早到了，就随便找了个前排中间的位置坐下。结果他的中国同事悄悄告诉他，那是给老板准备的位置，让他赶紧换座位。是的，在中国，会议室的座位安排体现了尊卑和等级。最中间、最前面的位置通常是给领导、给重要客人的。因为有个词叫 hierarchy 等级制度，中国的会议文化就比较重视这个。没错，所以如果你不确定坐哪里，最好的办法是等一等，看看别人坐哪里，或者问一下我坐哪里合适。我坐哪里合适 Where should I sit 这句话很实用，华哥。那座位安排好了之后呢？然后就是会议正式开始，通常会有一个人主持会议。主持 host or chair， 对吧？对，主持就是 lead or preside， 主是 main primary 的意思，持是 hold manage， 主持会议就是 chair the meeting， 主持人的英文就是 host 或者 moderator。 那主持会议的人一般要做什么呢？主持人要做几件事。第一，宣布会议开始，他会说现在开会，或者会议现在开始。 The meeting starts now， 很简洁明了。对，然后主持人会介绍会议议程。议程 agenda。 华哥，议程这个字你给大家详细讲讲。好的，议程，议是 discuss deliberate 的意思，程是 process schedule， 议程就是会议要讨论的事项和时间安排。比如主持人会说今天的议程有3项，第一项讨论上个月的销售情况，第二项介绍新产品，第三项安排下个月的工作。 The agenda has 3 items， 这个结构很清楚。是的，议程的近义词是日程，日程也是 schedule 的意思，
但日程更侧重时间安排，议程更侧重讨论内容。哦，明白了。那介绍完议程之后呢？之后就进入具体的讨论环节。这时候，如果你需要发言，就要用到一些特定的表达。对，这个是重点。很多外国朋友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华哥，你先说说怎么样礼貌地表示你想发言。好，首先啊，在中国的会议上，一般不要突然打断别人，要等别人说完，或者等主持人让你发言。这个和西方会议很不一样，在美国打断别人很常见，但在中国会被认为不礼貌。对，如果你想发言，可以举手，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说，我想说几句。我想说几句 I'd like to say something， 几句就是 a few words or sentences， 对吧？对的，或者你可以说，我补充一下。补充 supplement or add， 就是 add some information。补充这个词，补是 mend or supply， 充是 fill。补充就是添加一些内容，使它更完整。比如，刚才小王说的很好，我补充一点。这个表达很有用。那如果你想表达不同意见呢？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在中国的会议文化里，直接说你错了，或者我不同意是不太合适的。对，这个文化差异很大。在西方你可以直接说 I disagree， 但在中国要委婉一些。是的，我们一般会说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或者我的想法可能有点不一样。I have a slightly different view， 用有一点可能这些词来软化语气。对，或者你可以先肯定对方，再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张经理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这个技巧太实用了。先说有道理 make sense， 然后说从另一个角度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这样既表达了不同意见，又不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对，这就是中国文化里讲的给面子。面子 face 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对吧？非常重要。面子就是尊严 dignity， 还有 reputation。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会议上，要注意维护别人的面子，不要让别人难堪。OK， 华哥，那如果你被主持人点名发言，应该怎么开始呢？好问题。如果主持人说 Tom，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你可以这样开始。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Thank the moderator first, then greet the leaders and colleagues. 这个顺序很重要吗？很重要。在中国的会议文化里，要先感谢主持人给你发言机会，然后问候在场的人，而且问候的时候要先说领导，再说同事，这体现了对级别的尊重。我明白了。那如果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小组会议呢？如果是小组会议，气氛比较轻松，你可以说大家好，或者各位同事就可以了，不用太正式。好的，华哥，我们刚才说了怎么开始发言，那发言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有的。第一，要简明扼要。简明扼要 brief and to the point， 这个成语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简是 simple brief， 明是 clear obvious， 简明就是简单明了。brief and clear， 扼要呢？扼是 grasp seize， 要是 important point essence， 扼要就是抓住要点 to the point。 所以简明扼要就是说话要简单清楚，抓住重点。在会议上说话不要太啰嗦 don't ramble on， 对吧？对，中国有句话叫长话短说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在会议上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所以要把重要的信息快速传达出来。那发言的时候结构上有什么建议吗？有的，一般来说可以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结构。比如我主要说3点，第一、第二、第二、第三。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这样听的人很容易跟上你的思路。对，或者你可以说首先、其次、最后。首先是 first， 其次是 secondly， 最后是 finally， 这些都是很好的连接词。是的，用这些词的好处是让你的发言有逻辑、有层次。
华哥，如果发言的时候突然忘词了，或者不知道怎么表达，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况很常见，如果忘词了，不要紧张，可以停顿一下，说让我想想，或者怎么说呢？稍微停顿一下 ，pause for a moment， 这样可以争取时间组织语言。对，或者你可以换一个说法，比如你想说一个专业词汇，但是忘了，可以用简单的话解释。用简单的词来描述复杂的概念，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建议，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可以请求帮助。不好意思，这个词我不太确定怎么说，是不是这样表达？诚实的承认，不确定，这样反而显得真诚。对的。好，那我们继续。发言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明确的结尾。怎么结尾呢？可以说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或者我说完了，请大家批评指正。批评指正 criticize and correct， 这个表达很谦虚啊。对，批评就是 criticize point out mistakes， 指正就是 point out and correct。 请大家批评指正是一个谦虚的表达，表示你欢迎别人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个体现了中国文化里的谦虚美德，即使你说得很好，也要表现得谦虚一些。对，这和西方文化不太一样。在西方你可以自信地说 I did a great job， 但在中国过于自信可能会被认为骄傲。这个文化差异确实很明显。好，华哥，我们刚才讲了正常的发言流程，那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怎么办？好问题，我们来说几个常见的特殊情况。第一个，如果你要迟到或者请假，应该怎么说？对，这个很实用。如果你知道自己会迟到，应该提前通知主持人或者同事，可以说不好意思，我可能会晚到10分钟。I might be 10 minutes late， 要说可能会，表示不确定。对，如果你不能参加会议，要请假，可以说不好意思，明天的会议我有事不能参加，能不能请个假？请假就是 ask for leave。 对，这个发音要注意，请假就是 request a leave of absence， 那个如果领导批准了，会说好的，批准了，或者同意了。 approved。 那如果会议已经开始了，你迟到了进来应该怎么做？首先要轻轻地进来，不要制造太大动静，然后找个靠后的座位坐下。如果主持人或者大家看向你，可以点头致意，或者说不好意思，来晚了。要道歉 apologize， 表示你的歉意。对，但是不要解释太多，比如不要说哎呀我早上起晚了，然后路上堵车，这样会打断会议。简单道歉就好， don't over explain。 对，好，第二个特殊情况，如果会议中有人说的话你没听清楚，应该怎么办？这个我经常遇到，有时候别人说的太快，或者用了我不熟悉的词。这很正常，如果没听清，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说不好意思，您刚才说的我没听清楚，能再说一遍吗？ Could you repeat that please？ 这样问很礼貌。对，或者说麻烦您说慢一点。 Could you speak a bit slower？ 这对中文学习者特别有用。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很理解外国朋友学中文的困难，所以不要害怕请求对方重复或者说慢一点。对对对，大家都很友好的。华哥，如果会议中有人问你问题，但你不知道答案，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如果不知道答案，千万不要编造。Don't make things up， 要诚实的说，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我会后查一下再告诉您。I'm not sure, I'll check and get back to you。 诚实很重要。对，或者你可以说，这个问题我需要和团队商量一下。I need to discuss with my team， 这样既诚实又显得负责任。对对对，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会议上有争论，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吧？是的，如果会议上2个人意见不一致，开始争论，你作为旁观者最好保持中立，不要随便站队。Stay neutral， 除非主持人问你的意见，对吗？对，如果主持人问你，你可以说，我觉得2位说的都有道理，可能我们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决定。Both views have merit， 这样既不得罪人，又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对的，
如果你自己卷入了争论，要注意控制情绪，保持冷静。可以说，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是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本先表示理解，再提出不同看法。对，好，小文，我们差不多把主要内容都讲完了，要不你总结一下今天学的重点词汇？好的，今天我们学了很多会议相关的词汇，我来总结一下主要的几个。你说。首先是签到 sign in， 表示到达会议并登记，然后是主持会议 chair the meeting， 还有议程 agenda， 会议讨论的事项和安排，然后是发言相关的词，发言就是 make a statement or speak， 补充是 add or supplement， 简明扼要是 brief and to the point， 还有批评指正 criticize and correct， 这是结束发言时的谦虚表达，请假是 ask for leave。 对了，还有面子 face， 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小文总结得很好，我再补充几个常用的句子。我想说几句表示你想发言，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用来委婉地表达不同意见。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用来结束发言。这些都是会议上特别实用的表达。对，我还想提醒大家，会议文化是需要慢慢适应的，刚开始可能会觉得紧张或者不习惯，这很正常。对，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 Tom， 他现在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会议了，慢慢就适应了。他说关键是要观察学习，多听听中国同事是怎么说的。对，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多练习就会越来越熟练。 OK， 华哥，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我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中国开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收藏、转发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听故事学中文。对，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节目。下一期呢，我们会聊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关于一个历史人物吃粽子、赛龙舟等很多好玩的庆祝活动。欢迎大家收听。对，下期节目会很有趣，敬请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听故事学中文，我是小文，我是华哥，我们下期再见。再见。